你好，我是阿力啊。最近的这个行情啊是起起伏伏，上蹿下跳啊，很多朋友都已经选择了躺平，但是呢，仍然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定投抄底啊。那么长期来看，我觉得躺平和定投呢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怕的事情呢，就是在熊市中啊做合约的空单。那么一旦形成惯性啊，极有可能在后面的牛市当中啊，也会选择继续做空啊，那么就会错过整个的牛市。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一下3方面的内容啊。那么第一就是比特币它有没有出现筑底的信号啊？第二呢，就是 Chainlink 官网的质押已经出来了，公告出来了。那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么第三呢，就是以太坊合并。那么我将会讲一下这个以太坊合并的事情和一些知识点，以及目前市场上对合并之后的2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我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够对大家后面的投资有一点帮助啊。另外呢，我也是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这个收费的会员电报群，我会帮助所有有意愿在币圈中学习和挣钱的朋友啊，让我们共同的进步啊。那么免费的这个缓冲群呢，就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如果有意愿加入收费的会员群呢，请进群之后主动联系我本人或者是我的助手。那么首先要声明一下，本期所有内容不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啊，请谨慎观看。首先，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讲链上数据的时候啊，提到过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工具啊，叫做梅尔倍数啊。那么中文呢叫梅野倍数。那么这个梅尔倍数呢是一个震荡指标，它的定义呢就是将价格与200天的移动的平均值之间有一个比率啊，那么因此这个梅野倍数呢，代表了与这个长期平均价格的偏差，作为衡量超买或者是超卖的条件的工具，包含了比特币生命周期的数据点。我去年讲这个工具的时候啊，用的是这个梅尔倍数的2.4倍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那么当时呢是用来检测比特币是不是见顶了啊？当然了，后来事实证明啊，并没有准确预测出来当时的这个69000的大顶。因为那个倍数走到那时候啊，这个69000并没有到。我们今天呢看这个工具的是梅尔指数的0.6到0.8倍，用来检测比特币的筑底的过程啊。根据历史以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间是之前的历史上的熊市的区间。那么在抛售的最前期，比特币价格进入这个区间啊，低于0.8倍，然后呢触碰0.6倍的梅尔，我们称之为阶段 A。当平均价格呢跟着上涨之后，比特币价格会远离这个区间，但是之后的行情呢并不好，依然在震荡下行的区间。那么当比特币价格再次落入这个区间，并且触碰0.6倍梅尔的时候，称之为阶段 B 啊，也是 Glassnode 分析师所说的熊市后期。而目前比特币价格呢正好是在阶段 B 啊，那么他们由此来判断目前比特币正在筑底的一个阶段。在目前的市场，从5月5号以来，价格呢一直在徘徊的这个价格区间，也就是0.6到0.8倍的这个梅尔指数。那么折合成比特币的价格呢，就是$25,200到$33,700之间啊，更接近于以前熊市周期的这个 B 阶段。从概率上看，这个比特币价格呢，仅在 7.9% 的交易日收于梅尔指数的小于0.8倍的这个区间啊。那么我们另外参考这个恐慌指数啊，从5月9号以来，连续1个月的指数都是低于20，那么这在历史上来看是非常像2020年的3月份。我个人的观点呢是，这2个模型呢只能作为参考，那么历史的数据呢并不能预测未来的数据。我们要对市场呢保持一种敬畏，不要轻易的去预测底部啊，更不能根据任何他人的预测呢去做合约啊。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坚持定投，大跌大买，小跌小买，那么实在不行就躺平，让镰刀割不到你。好，那么我们来看第2部分啊。Chainlink 在昨天官网宣布了质押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啊，我看了一下，那么质押呢是围绕4个长期目标建立的，分别是第一就是增加 Chainlink 服务的加密经济安全性和用户保障，第2就是让社区参与 Chainlink 网络，那么第3从真正的长期使用中产生可持续的回报，第4呢就是让节点运营商通过质押获得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 Chainlink 是什么啊，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过，大家可以去我的油管上去看。那么 Chainlink 呢是智能合约经济的基础的设施，也是这个区块链甚至是 Web 3.0 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简单来说啊，这个 Chainlink 做的呢就是每一个独立的区块链数据的这个供应商啊，在这个浮夸的时代啊，那么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团队在踏踏实实的做着这个基础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一旦有一天区块链革命成功了，
Chainlink 真正的价值呢一定会体现出来啊。那么目前官网给出的这个质押开放的时间点呢是2022年的下半年，最低的年化收益是 5% 啊，但是呢也会根据你质押的时间和代币数量而有所调整啊，可能就是你选择的时间长，或者是你质押的币的数量多，可能你的收益会更高。那么这几天这个 Link 的价格呢正在从底部回升啊，相信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长远来看这个 Chainlink 还是有非常大的抱负以及美好的前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部分的内容啊，以太坊的升级。我在2021年的8月20号发过以太坊升级的视频啊，那么现在回顾来看，当时仅仅是这个伦敦升级。那么今天以太坊的开发人员宣布啊，已将Ropsten 测试网的工作量证明 POW 链与 POS 信标链合并。开发人员表示啊，确实在这个升级的这个过程中啊，有一些缺失的区块链的提案啊，这是之前的一个已知的问题。那么他们将进入深入的研究这些细节。那么在主网合并之前啊，还有2个测试网的合并啊。大家都知道，以太坊链上有大量的生态啊，那么这种生态带来了以太坊链的这个拥堵以及手续费的高昂。那么威神对于之前非常拥堵的这个以太坊不满意啊，所以才联合团队开发出来以太坊 2.0。那么要将 POW 工作量证明机制改成 POS 权益证明机制。但是呢，以太坊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 POW 转 POS 就好比是高速更换轨道。那么也有人把这个比喻成高速飞行的飞机更换发动机啊，这是他们社区的人提出来的。那么如果说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呢，就很可能会车毁人亡，酿成人间惨剧归零。所以他们团队在转换轨道之前呢，先搭建了一个信标链，也就是临时的一个车道，让很多有共识的人先上车。但是这个信标链呢，并不是以后的这个以太坊 2.0 的主网啊，将来呢可能只是并行运行当中的链条中的一条。那么今天出来的消息呢，就是将 Ropsten 的测试网的 POW 链与 POS 信标链的合并啊，虽然只是测试网与信标链的合并，但是已经足够让社区兴奋的了啊，因为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以太坊 2.0 将会面世啊。但是对于广大矿工来说，合并之后手里的矿机就没有价值了，就无法再挖出以太坊币了，只能去挖这个 ETC 了。那么信标链上目前参与质押的以太币呢是1340万个啊，那么年化收益是 4.2%。合并之后呢目前给矿工的这个 gas fee 呢也会转向给质押者，收益率呢可能会更高一点。以太坊 2.0 面世之后啊，将会有这个质押代币燃烧，那么这些都会将以太坊变成一个通缩的模型啊。所以很多看好的人说，以太坊将来这个总体的这个市值呢会超过比特币啊，但是不看好的人说这么一来啊，这个以太坊呢可能会被大户垄断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会毁掉这条链，甚至是会走向归零。这也是这个最近做空以太坊的一些理论的依据啊。但是事实证明，做空的大部分都被爆仓了啊。我前面也说了，你不能根据任何人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去开合约，那么别人胡乱分析一通，你搭进去的可是自己的血汗钱啊！当然了，你家里有矿那就另说了啊。我个人的观点是那么以太坊合并在后面会有无数次的测试在这些测试之后呢，一定会正式运行的。那么合并之后的最初的阶段呢，并不能100%的保证整个 2.0 的新链的流畅与安全。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以太坊 2.0 会让大家耳目一新我们打个比方说就好比是这个诺基亚手机变苹果手机希望看好以太坊的朋友和我一起静静等待这一刻。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